做着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代在2005年发售的彩色电镀版本 MG 自由高达 1.0。那么本款模型的定价是8000日元，相比2004年发售的通贩版本的 MG 自由高达 1.0 的3800日元是贵了4200日元，差价还是非常大的。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出了一个一番赏部分彩透的自由高达 1.0， 也算是变相代版。不过那一款的蓝色、藏蓝色、红色都是做成了透明件，导致胸部看上去没有什么分色，不是特别好看。那么也是借此机会想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一款早期 MG 自由高达的素质表现。虽然我没有万代的 MG 自由 2.0， 不过倒是有个粉色的大班自由 2.0， 本来想着拿来做个对比，但是大班和万代的差距还挺大，就简单凑合对比一下吧。那么本款模型的峰会和通贩自由 1.0 的区别是很大的。通贩的峰会是自由高达初登场守护大天使号的画面，这个我个人真的是太喜欢了。龙头子当年也是翻模小改过一款 MG 的自由高达 1.0， 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款高达模型，不过现在也是找不到了。这一款模型的盒子除了一些基础的介绍之外，盒子背面也是类似于海报一样的东西，主要就是自由高达和脉冲对决的名场面。同时本款模型的峰会和 TV 彩色电镀版本的脉冲高达能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对决画面，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的，还能跨模型系列进行组合，而且一个 TV 盒子一个 MG 盒子厚度和尺寸都不一样，摆起来确实也很怪，而且这样就显得自由高达的峰会很有视觉冲击，反而脉冲这边就很一般了。版件数量一共是16块板件，纸制品方面包括说明书，和普通自由 1.0 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内部和实物展示和中间的彩绘部分也是做了一些更改。本款模型的补色贴纸主要就是光束步枪、眼睛健身器、光束军刀和背包的部分，另外还有早期 MG 标配的胶贴和刮贴。其实所谓的彩色电镀版就是普通的板喷，说实话。本款模型不带漆面的零件一共有6块，主要都是骨架和 PC 件。对比通贩，骨架部分也是做成了黑铁色的金属成型色，材质会非常硬，处理水口的时候要保护好钳子。剩下的所有外甲都是提供的漆面，看上去量确实不少，但是这4200日元的漆面确实有点奢侈。从这个金色零件也可以看得出来，周围原本是灰色的流道，表面是简单喷了一层薄薄的金漆。红色零件的漆面效果看上去颗粒感会比较强，亮度也确实比较一般。灰的零件表面像喷了一层珠光漆一样的状态，能够看到一些光泽，还有在不同角度下的变色效果，但是不太明显，就好像没喷一样。蓝色漆面的表现力不错，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白色外甲都是喷成了银色，亮度还不错，就是这个金属色的颗粒感会很强，不够细腻，而且很多地方有感觉有点像喷涂不均匀的情况发生，也可能是想做出金属表面的一种铸造感，并且也可以看到很多水口位置都是在正面的，而且还很大，也就导致最后成品的外露水口会更明显一些。最后的藏蓝色漆面效果也不错，那么板件就是当前这个状态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品效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由高达 1.0 的骨架，本款实际上也是没有完整的骨架内构，肩膀上这一个部分也是缺了一点的，不过对比自由 2.0 几乎整个手臂都是没有骨架的状态，也算是好了一些。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上半身的骨架做的是比较简单，腰部直接是一个大方块，只有在腿部是有那么一些些许的细节刻画，但是整个腿部并没有自由 2.0 的那种骨架那么饱满。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的评价，这不是 MG 吗？怎么骨架还做成这样？怎么说呢？我个人理解也是考虑到了年代、机体设定和设计者自己以及戴哥的想法。不过这些空的话说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个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功能性骨架，至于细节的考究就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其实对比剧中部分场景的自由高达，自由 1.0 的体型其实还得再改一改，不过也算是一个角度限定了。在纯素组状态下的整体的身形比例是很舒服的，部分棱角的处理也算是恰到好处，就是电镀版这个外露水口确实会比较多。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自由高达主体、光束步枪、盾牌、光束特效件以及支架地台。贴纸我没有去贴，毕竟是胶贴和刮贴，加上零件表面都有漆面，感觉贴上去之后整体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看，也就没有处理。在外观上和自由 2.0 完全属于两个东西。2.0 给我的感觉就是攻击性会更强一些，尤其是在面相最能凸显出来。1.0 的面相很正，不过会更加的平滑一些，没有2.0 那种凶狠劲儿。对我个人来说，不考虑设定的话，我会更喜欢 2.0 这种带有攻击性更强的状态。但是万代的 2.0 我没做过，大班这个面相有点往前凸，这一点是不如 1.0 舒服的。并且个人感觉翻模的模型很多针对于这个红色的眼眶这个凸显的都不明显，
这也是和万代差距比较大的部分。万代的这个各个部分都会比较清晰，头部的可动设计比较常规，脖子下端能够进行前后活动，头部和脖子依旧是球形关节，整体的可动范围也算是够用，但是比较一般。胸部就像我们之前看骨架的状态一样，几乎是完整的前后合一大块，并不具备可动关节，可动仅仅是依靠了和胯部的球形关节连接。在装备背包以后，这个腰部也会出现后仰的情况。舱门展开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直接滑动就可以了。站姿的基拉小人也有提供，细节也还会比较清晰。1.0 肩甲造型和棱角我是真的喜欢，但是当前状态也能看得出来 1.0 时期模型的水口并不小，并且基本上都是在正面，板喷的话确实会很明显。肩甲本身是带有小幅度的可动，侧面的推进器为固定结构，手臂整体会比较纤细，感觉再粗一点点会更好，并且小臂是一块完整的零件嵌套进去的，水口正好都在正面，会很明显。手部是早期的113可动手，这种可动手最大的缺点，个人认为是对武器的固定效果很差，并且造型也并不是特别好看。手臂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那就是为了更好的挂载盾牌，小臂侧面的零件是可以通过拆卸调整孔位实现展开的效果，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盾牌稳定的挂载在手臂上了。后续发售的 HGC 新生自由高达反而没有沿用这个设计，就导致盾牌挂载并不太稳定。由于 1.0 整体的设计比较简单，加上外甲并没有什么遮挡，所以整个手臂的可动可以算是比较优秀的状态。不过整体关节会比较紧，加上零件比较细，万代的在本款模型上还采用了金属成银色，零件会有些脆，把玩一定要注意了。胯部设计也会比较简单，前肩甲是正常抬起可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前肩甲的球形关节容易脱落，同时前肩甲也是没有内衬的。后肩甲的可动幅度会比较小，并且上端还有一个凸起，影响整体的可动范围。这里我个人理解是为了防止装上翅膀之后自由高达腰部后仰的情况添加的辅助支撑零件，可以说最后呈现的效果还不错。后肩甲和如今的自由 2.0 一样，只有一半的内衬，大班的自由 2.0 都是把这个部分给填补了。侧肩甲也是我们熟悉的自由高达的磁轨炮，对比 FM 自由高达和 2.0 1.0 的磁轨炮大小和 2.0 是保持了一致，但是要比 FM 的大上一圈。展开的玩法也是比较常规，但是本款 1.0 的磁轨炮前端展开关节会非常紧，加上零件比较脆，很容易损坏，建议打磨处理一下。我其中一个已经裂了，好在是成了 C 扣，也算是能正常固定。两侧的握把也是可以进行展开握持。磁轨炮上方也是挂载了光束军刀的剑柄，固定效果不错，并且也是常规的玩法。同时剑柄尾端正常是有黑色贴纸的，但是万代这个粘性比较差，已经掉了。磁轨炮根部是通过了 PC 件进行连接，根部也是带有一点抬起可动，幅度会比较一般，同时这个部分稳定性也会比较差，磁轨炮是容易松脱的。胯部依旧是球形关节的设计，所以整体的可动限制会比较大。大腿部分外甲的安装都是前后合的状态，水口都在侧面，并且 1.0 的腿部会比较细长，小腿部分还有明显的内收设计，小腿后方的推进器也是带有轻微的可动。剩下的整体造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整个自由 1.0 的腿部可动算是比较优秀，膝盖在活动的时候是带有一个联动效果，但是这个联动会比较紧。脚腕的可动幅度会多一些，但是本款模型的脚腕会比较软，站立稳定性会比较差。1.0 的背包尺寸正经不小，背包中间的标志是贴纸补色，和主体是通过了一个长条的卡榫进行固定，没有什么问题。两侧的翅膀对比 FM 和 2.0 1.0 这个尺寸要稍微大上那么一点点，并且表面会更平滑干净，这个效果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我手中的这个翅膀是没有办法完全合拢，下端会有些分叉，翅膀根部的可动会比较紧，建议打磨再进行把玩。针对翅膀的各种展开可动以及翅膀内部炮的展开活动也算是常规操作了，只需要摆动作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天线的角度就可以了。最后的武器配件还有光束步枪、盾牌和支架。光束步枪还可以挂载在屁股后面，但是这个挂载零件是没有进行收纳的，比较突兀。步枪的蓝色也是贴纸补色。盾牌造型和内部的镂空设计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点比 2.0 内部全是刻线的状态要好上一些。握把是通过了拆除更换卡榫实现调整，除了挂载在手臂侧面，也可以安装在手臂的后方，并且 1.0 盾牌上方的窥视孔可以自由调节位置，安装在哪一侧都是可以的，这一点 2.0 和 FM 都是不行的。最后的支架地台也算是当时自由、强自、命运这三台机体的标配了，无限正义真的不配拥有同款地台了，属于是。地台的底座也是自由高达翅膀样式，不过相对来说会有些短小，拆除裆部的遮挡零件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并且裆部的遮挡零件还可以收纳在地台底下，有收纳总是比较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一个支架不能调整位置。
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万代板喷版本的自由高达 1.0 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对我来说，就是整体的造型会很舒服， 2.0 也好， 1.0 也好，甚至 FM 都有属于自己的外观设计，所以各位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就可以了。我喜欢的也并非是各位喜欢的。由于 1.0 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太便宜，加上部分设计也比较老，所以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推荐这一款模型。买这个电镀版也纯粹是为了这款模型的盒子能和电镀 TV 脉冲的盒子组合成一个完美的画面。不过最后的效果也确实比较一般，加上本身定价也不便宜，电镀版的自由和通判版的自由，如果在没有再版的情况下，就真的没有什么性价比可言。而且本身设计就老，唯一的优点也可能就剩下这一个比较干净的造型了。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期视频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